由中国倡议召开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周四在云端开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视频会议，各方聚焦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这一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了书面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这是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待本次论坛会议为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做出新贡献。今年5月，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中国进一步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5项举措，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如何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此次论坛的召开，正是落实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和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可及，助力各国携手战胜疫情。会议发起新倡议，让全球最重要的疫苗供应机制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发挥更好的作用。新倡议可能包括增加疫苗供应总量，提高大国对 COVAX 捐赠资金等，把蛋糕做大，创造更多资源来实施这一计划。众所周知，任何国家实际上都很难在新冠疫情的严重威胁之下独善其身，因此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在疫苗方面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中方这一次主持召开关于全球防疫的国际合作论坛，首当其冲就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供给问题，从根本上遏制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的势头。分析人士指，面对反复多变的疫情，疫苗依然是目前最有力的抗疫武器。中国发起举办此次疫苗会议正当其时，而且抓住了当前抗疫的关键所在。出席这次疫苗会议的代表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在疫苗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面临3重叠加挑战：一是很多尚未开始接种疫苗或者接种率很低的国家获得疫苗的进度慢；二是疫苗研发跟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三是国际上存在疫苗供应竞争，疫苗无法公平可及，仍是影响全球战役成效的一大障碍。西方发达国家疫苗富余，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却疫苗匮乏，接种率低。国际社会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共同努力来填平这道疫苗鸿沟。从一个实际操作的层面来讲，首先就是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疫苗援助。当然了，目前少数国家极力推动疫苗溯源的政治化，而这次中方主持召开的全球防疫国际合作论坛，也是希望世界各国能够群策群力，将真正的注意力转移到实实在在的防疫上面来。全球疫苗分布不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三呼吁各国在9月前停止加强剂的接种。We need an urgent reversal from the majority of vaccines going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to the majority going to low-income countries. Accordingly, WHO is calling for a moratorium on boosters until at least the end of September to enable at least 10% of the population of every country to be vaccinated. 不过，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天回应称，暂停接种疫苗将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美国可以在向全球供应疫苗的同时，继续为本国国民提供加强剂。美国杜克大学追踪全球疫苗采购合同发现，美国已抢购疫苗约26亿剂，占全球总量的1/4，是美国3.3亿人口需求量的近4倍。但美国媒体近日曝光，大量囤积疫苗后，已有100万剂疫苗白白浪费。美方无论是在疫苗的研发，还是在疫苗的使用方面，更多的还是更在意自己的那一己私利。美方目前的这样的表态，既希望能够站在道义和舆论的制高点，又不希望自己那一点斤斤计较的小利益受到所谓的损害。
目前，欧洲以及其他地区部分国家已经在考虑接种加强针，以提高疫苗疗效。德国、英国和以色列已公布了加强针的接种计划。美国众议院周一公布了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再次毫无根据地攻击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新冠病毒流行的起源。报告炮制者甚至还叫嚣，势必要让中国付出代价。此时，抹黑报告的出炉是否与美国新冠疫情反弹有关呢？而谎言说了1000遍之后，真的有可能变成真理吗？来看报道。这份美国共和党人炮制的报告结论部分甚至异想天开地宣称，这种病毒很可能是在2012年至2015年的某个时候，在中国云南的洞穴收集到的，之后由于实验室糟糕的安全标准和做法而泄露出去，并在不充分的生物安全水平下进行危险和不适当的功能增益研究，使情况恶化。病毒后来在世界军人运动会前透过武汉地铁传播至武汉市中心，那些运动赛事演变为国际传播的媒介，再将病毒携带到世界各地。对于这份报告煞有介事的凭空捏造，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尼先科抨击，美方所谓的报告缺乏原始资料，毫无根据，没有法律效力，只能说是虚构的幻想小说。事实上，该报告发布的时机耐人寻味，因为根据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情报部门提交新冠溯源报告的最后期限为8月24号，让情报人员替代科学家进行病毒溯源工作，美政府已饱受诟病。但报告究竟会作何结论，外界目前不得而知。以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为首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选择此时大肆炒作实验室泄露论，带节奏的意图明显。有媒体分析称，共和党要在新冠溯源议题上牵着白宫的鼻子走。病毒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应该有专家去溯源了啊，怎么会有情治人员去溯源？所以这个众院赶着提出来这样一个报告呢，那大概就是告诉就是说未来这些情治人员，你们的定论应该这么下。外界注意到，美近期新增新冠确诊、死亡及住院病例等核心指标均严重反弹。目前7天平均日增新冠病例数已高于2020年夏天的峰值，而去年夏天新冠疫苗尚未普及。而早在去年4月，美媒就曝光了一份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发送的备忘录，直接设计好了甩锅台词：只要被问病毒，你就攻击中国。从一些美国政客的表现来看，他们的确忠实地按照剧本来表演。这出拙劣的甩锅闹剧掩盖不了美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失职渎职。周二，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有关报告完全基于编造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拿不出任何证据，毫无可信度与科学性可言。美方有关议员的行径纯粹是出于政治私利而污蔑抹黑中方，对他们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把精力放在抗击疫情、拯救生命上，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甩锅推责的把戏。新华社周4发表评论指出，新冠病毒是全球公敌，病毒溯源政治化也是全球公敌。我们正告美国政客，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注定不得人心。把精力放在抗击疫情、拯救生命上，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甩锅推责的把戏，这才是对本国人民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负责的态度。与此同时，美政客正不断对世卫组织施压，企图在病毒溯源问题上进行绑架。美国务卿布林肯日前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会面时，再次敦促其实施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所谓第2阶段溯源。如今，美国共和党政客又大肆炒作实验室泄露论，无疑是希望加大对世卫组织的施压力度。周一，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义务。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第2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不符合世卫大会决议要求，未同成员国充分协商，也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
研究最新成果，不利于指导全球溯源合作继续深入推进。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充分考虑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证据，充分采纳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相关建议，在多国多地全面展开病毒溯源工作。Yung issue po kung saan nagmula ang COVID-19 dapat malaman natin. Pero iwanan po natin yan sa mga scientists, sa mga experts. Hayaan nating siyensyang sumagot, wag natin pong bigyan ng political answer.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部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在上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围绕下一阶段新冠溯源调查方向，世卫组织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瑞安还强调，我们想要向中国同事保证，这个调查进程仍然并将一直都由科学推动。据香港南华早报周三报道，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新冠病毒溯源的下一步工作应对准2019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前就在动物、环境和人类样本中发现病毒的国家，还有向华南海鲜市场出口冷链产品的国家。梁万年补充说，多项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的11月就在欧洲或美国传播。在武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之前，世界各个地方呢也都有问题。那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很多就譬如说像意大利，这个病毒就在传播，只是大家不知道啊。有智库近日公布了在全球几大社交平台的调查结果，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中，80%认为新冠溯源已被政治化。由《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卡尔奇默和科普作者詹姆斯戈曼近日共同撰写的一篇题为《多名科学家反驳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的报道。报道援引21名权威病毒学家最新发表的联合报告称，最可能导致新冠流行的原因是从动物到人类的自然溢出，而不是实验室泄露。محاولة تسييس الفيروس ومنشأه وحتى تسييس اللقاحات إلى آخره هو نوع من خلط الأولويات ويعني تعطيل عملية التضامن والتعاون الدولي من أجل مكافحة الوباء. الصين منذ البداية كان من الواضح أنها تعي مسؤوليتها بالمقارنة بموقف آخر، الموقف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يبحث دائما عن مصالح آنية دون أن يعني يهتم كثيرا بمصلحة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ككل。在周三晚举行的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上，以视频方式出席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呼吁各国团结合作，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做出应有贡献。然而，在王毅发言之后，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以人权为由，就涉疆、涉港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王毅当场要求第2次发言予以严厉驳斥。王毅表示，当前疫情形势更加复杂，经济复苏进程仍不平衡，全球和区域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东亚峰会成员汇聚全球疫苗主要生产国、亚太重要经济体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坚力量，应团结合作，积极作为，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方面做出应有贡献。王毅指出，多边主义体现时代进步，是解决错综复杂问题的正确之道。中方支持东盟发表倡导多边主义的声明，愿同各方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应警惕各种伪多边主义，尤其要抵制假借多边主义在本地区挑动集团对抗。王毅强调，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不应被架空。现有的成熟区域合作机制不能再另起炉灶。个别国家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本地区国家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毅围绕东亚合作发言之后，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在发言中以人权为由，就涉疆、涉港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王毅当场要求第二次发言。他说：“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等个别国家要利用这个多边平台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这些陈词滥调本不值一驳，东盟各国也都没有附和你们。但出于对等原则，中方当然有权利予以驳斥。新疆、香港事务都是中国内政，你们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造谣抹黑，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对于这种恶劣行径，你们来一次，我们就坚决批驳一次。”美国像日本这几个国家，他是想就是利用这种国际场合将这个问题炒热，然后来抹黑中国的形象，然后同时呢也离间中国跟相关国家的关系。正如王毅国委所说的，就是东盟国家均没有附和美日的这种攻击，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第二呢，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不是懵懂的小孩，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不需要美日来说教。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以及选举制度的改革，恢复了香港的稳定，完善了香港的法治，确保了香港居民以及所有在港各国人士的正当合法权益，使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70%的香港民众对当前局势感到满意。你们现在竟然还要表达所谓关切，关切什么呢？是想让香港重回混乱动荡吗？是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吗？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了。事实上，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频繁就涉港问题对中方发起无端攻击，还多次扬言与香港人站在一起，对中方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的正确措施大发谬论，纠集一些西方势力对中方发起舆论围攻，甚至对中方官员进行所谓制裁。对此，新华社周三发表万字长文，梳理美方就涉港问题对中方进行的13次抹黑过程，来揭露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各种阴险招式和险恶用心。另外，对于美国等国在发言中诬称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王毅反问：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翻番，人均寿命倍增，居民收入年年增长，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何来种族灭绝？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多次用事实和数据驳斥各种谎言。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包括维吾尔族兄弟，纷纷站出来，用亲身经历反击各种虚假信息。美国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们的良知何在？信誉何在？你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偏执，是典型的西方式傲慢和无礼。今年3月，总部位于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曾炮制了一份所谓新疆棉花产业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报告。环球时报周二披露，这份所谓的报告竟然是 BCI 总部于去年初花8万美金邀请一家叫做美国维泰的非政府组织所做调查得出。然而，负责调查工作的美国维泰在华分支维泰中国相关项目组成员事后承认，他们从未开展实地调查核实，所有资料都是通过网络收集获得。当做出的调查反映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时， BCI 总部作为甲方就会提出修改意见，要求调查报告必须引用反华组织精心制造的谎言，并通过有罪推定方式形成非法证据，拼凑成所谓调查结论。美西方需要这样一份假报告来对中国进行抹黑，对中国进行攻击。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道义上、舆论上先将中国打倒，然后呢，进而呢借这个新疆问题对中国进行外交围堵，然后经济制裁，甚至其他方面的这种各方面的打压。美国国会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涉疆法案，抹黑中国。美国会参议院近日通过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无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大规模拘捕、高科技监控等侵犯人权行为，意图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所谓制裁。对此，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中揭露，美方此举是其以疆制华、以恐遏华的升级动作。美国将正常的防范打击犯罪活动措施污蔑为侵犯人权，其真实意图是为东突暴恐分裂势力张目，企图在新疆煽动分裂和动乱。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
昨晚在第11届东亚外长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现场临时要求第2次发言，严厉驳斥美日代表在涉疆、涉港问题上的无理攻击，直言永远不会有港独再上街的一天。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确实是多边会议场合非常罕见、火花四射的一幕。那么这呢，也是中美在关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议程上激烈交锋的延续。那之前的交锋呢，它主要是在双边场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过，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呢更不吃这一套。那在多边场合呢，中方同样不吃这一套。王毅昨晚说的再明白不过，你们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造谣抹黑，对这种恶劣行径，你们来一次，我们就坚决批驳一次。从细节来看，王毅呢是当场要求第2次发言，而年初呢在安克雷奇面对美方工作人员所谓媒体退场令，杨洁篪呢也特别为在场的中国记者来争取报道权，见证传播中美对话开场唇枪舌剑的名场面。我认为这些呢都是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他们奋发有为、拼外交的具体的行动展现。此前呢，王毅在天津会见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就已经阐明了中方就中美关系设定的3条底线，涉及中国道路与政治制度、中国发展以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等。那么在我看来呢，这3条底线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往来。美日代表就涉疆、涉港问题粗暴发难，而且呢是在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场合，无疑呢是在挑战中国的外交底线，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回击。所以呢，王毅昨晚的话说得非常硬气，也非常解气。他再度揭露了种族灭绝指控的荒谬与偏执，他也立言反呛，想让香港重回混乱动荡吗？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吗？死了这条心吧，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了。王毅这些很接地气的个性化的表述，相信会让与会的各方印象深刻，让关注会议的媒体舆论印象深刻，也会呢再度强化外界对大国外交底线的认知判断。王毅此前在外长会第1次发言中特别强调，要警惕伪多边主义，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不应被架空。那么您对此又如何解读呢？践行真正多边外交主义，这呢是王毅近来在外访或者是发表政策演说时反复声说的一个主题。那么上月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表主旨演说，那王毅就指出，纵观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冲突和治理困境，追根究底还是在于多边主义的理念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准则没有得到充分尊重。那么真正多边主义它的反面当然就是王毅昨晚呼吁警惕的伪多边主义。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今天把这一提法的音译叫 pseudo multilateralism 做进了标题。我也希望这样一个提法能够在英文世界成为一个热词，能够引起智库学界的更多的关注与解析。伪它之所以伪，当然是它也做了包装，各种巧立名目。比如呢，伪多边主义它也喊规则，也讲秩序，但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顶大帽它根本就撑不住，因为呢它是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是基于所谓的小集团的利益。举个例子，王毅上月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表主旨演说中就点名炮轰印太战略，他话呢批得很重。王毅指责，那么印太战略挑动集团对抗，就是要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是冷战思维的复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被扫进垃圾堆。在昨天的讲话中，王毅呢也剖析预警了伪多边主义一旦在区内肆虐，对东盟的威胁与挑战，集团对抗被挑动，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被架空。在我看来，中美在东亚外长会上激烈交锋，也正是见证被挑动与被架空这2大威胁的具体的场景。众所周知，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一系列的多边会议机制，它是在既有的东盟机制平台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的10+N。不变的是东盟10国，N 呢倒是可以不断延伸扩大的。那么这恰恰是真正多边主义在东盟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它的发展生命力的体现。那么一旦伪多边主义绑架乃至主导议程，那么东盟国家
它所面对的就是被架空，就是边缘化，乃至呢面对集团对抗的选边站。而避免陷入到选边站的困境，实际上呢，也正是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共同的心声。新加坡总理前天呢，在视频云出席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呢，他也对此重申，希望美国能够清楚区分竞争和冲突。那么，如果中美爆发冲突，对全球都是一场灾难。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总额达7.5亿美元的军售。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此表示，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正当必要反制措施。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外媒的一个普遍关注，那么这是拜登政府放行的所谓 First Arms Sale to Taiwan， 是首宗对台军售。那这当然是美方在高度敏感的涉台问题上来再度干涉中国内政。昨天在东亚外长会上，王毅和美日代表交锋涉港涉疆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又在涉台军售问题上来搞挑衅，中美关系它在底线问题上全面承压的这种强度和规模由此可见。那么就军售本身而言，有不知好歹的台媒在鼓吹美方出售的所谓自走榴弹炮是所谓阻登陆的神器，这当然是井底之蛙的大陆茶叶蛋式的臆想。那么台湾退役高阶军官帅化民早前就说过，哪里有什么抵抗，真有战事，台军可能早就一哄而散了。如果这些个臆想的传媒还要装睡，那么美国兰德公司应五角大楼之邀进行的所谓战事沙盘推演，不早就判定美方军事介入必败的这样的一个战果了吗？当然了，对台军售尽管它只具象征性，对两岸军力对比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呢，评估这一恶性事件，我们呢还是要放到美方近来全面加力打台湾牌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美方呢现在确实有些人有些势力在玩火，而滥打台湾牌的这个战略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呢，甚至外部世界对此都有清醒的判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天在阿斯彭论坛上回应涉台问题的提问时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提法。他说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版图上，台湾是所谓 mother of all core interests， 是所有核心利益之母。换个说法就是，王毅给中美关系划定了3条底线，那么台湾问题就是这底线中的底线。上周，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曾发出严正警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搞所谓切香肠式这种挑衅，那结果呢，一定是只会切到自己的手。对这样的一个切手时刻，李显龙的告诫就是所谓 mass miscalculation or mishap， 是规模误判或失误引发的中美关系危局。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7月以来，美军及其盟友密集开展军事演习，而周二起连续2周，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又展开代号为“大规模演习2.1”的海上军演。本次军演横跨17个时区，覆盖欧洲、非洲及亚洲多片海域，为40年来美海军及海军陆战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分析人士称，美军此举旨在向中俄传递信息，即美军可同时应对来自多个方面的挑战。而此次军演重点检验的战法海上分布式作战也备受外界关注。此次大规模演习2.1海上军演本来计划在2020年举行，但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到今年。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此次军演参演兵力包括多个航母打击群、2栖作战群在内的36艘大型水面作战平台和潜艇，另有50艘舰船通过虚拟网络参演，涉及美军第2、第3、第6、第7、第10舰队及3支美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横跨了17个时区，总规模达到2.5万人。美军事网站声称，随着美军事战略转型，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结束10余年的反恐作战任务后，开始着眼应对大国之间的海上冲突。此次演习也意味着美海军演习逐步回归到冷战时代高强度、大规模的特征。然而，与1981年冷战时代美国与北约海洋冒险演习不同的是，这次美海军自行举办，未邀请盟友参加，因此这次演习也更能演练出目前美海军为应对大国冲突而准备的看家本领。
美军舰队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格雷迪称，这次演习将开启此后的一系列演习。美军会通过这些军演冲击海上力量的极限。未来的演习计划将把美国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囊括进来。美海军战争学院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声称，此次演习将向中俄证明美国海上力量能够同时应对在黑海、东地中海、南海和东海出现的挑战，并将表明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足以不让对手行使制海权，这在西太尤为重要。一是向外界展示军事力量，二是检验新的作战理念和作战方式，三是在美国国内比较尴尬的情况下，向外界转移国内的视线。据悉，此次演习至少有4大看点。第一是验证新的作战概念，包括美海军推出海上分布式作战，海军陆战队推出对抗环境中的近海作战、远征前进基地等作战概念，并根据上述作战概念演绎出新的战法，进而验证这些新概念、新战法是否有效可行。第二是无人水面作战平台将亮相，预计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水下潜航器将在此次演习中大放异彩。第三是仿真的网络环境。第四是指挥控制能力的试验验证。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我们看到有无人机、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潜水器等无人化的装备，这主要是应对未来的智能化战争。通过这个演习，那么来解决在智能化战争当中对无人装备的控制使用以及效果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检验，使美军的话呢获得很多第一手的材料，进行信息的搜集。此次军演着重检验的海上分布式作战尤为值得关注。所谓分布式海上作战，用美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格雷迪的话来说，即跨所有领域实现传感器、武器和平台的共享。当中最主要的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最早源自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兵棋推演。2014年，该院进行了一次滨海战斗舰编队对陆、对海打击的兵棋推演，结果显示，美军水面舰艇部队的反舰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于是提出了分布式杀伤这一概念。分布式作战的技术前提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开始应用于军事领域。有专家总结称，分布式作战即基于作战云的多维一体作战。美国力求在新的作战方式、新的作战理念，特别是同时应对不同地区、同时打赢这个理念的驱使下，那么很明显，力量的配置和打击的效果，那么就是检验的主要的一个试金石。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美军的话在这次演习当中动用这么大的力量，解决一个指挥控制协调的问题，应该说是本次演习一个非常大的看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从本月初开始，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2场代号中含有大规模这个词的军演，一场是由美军印太司令部领衔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参加的印太联合军演，另一场是由美国海军单独在全世界举行的大规模演习2021。那么您认为美方想通过此举来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呢？在冷战期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跟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对抗，所以美国经常会召集盟友，搞一些横跨多个洲、多个大洋的超大规模军事演习。而随着冷战结束，东方阵营的解体，美国面临的威胁除了地区性的热点问题，包括朝核、伊核问题之外，主要就是来自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应对这些威胁的时候，杀鸡是用不着牛刀的。美国只要分别跟自己的盟友韩国、日本在东北亚地区，跟沙特等国家在中东地区搞一些中小型的军事演习就可以了。因此，在时隔40年后，美国再度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跨多个洲与多个大洋的军事演习，很显然是想要向外界发出这么几个信号：一是新的冷战已经重临了，为此已经在意识形态、外交领域以及经济领域内做好了对抗准备的美国，还必须要在军事上做好对抗的准备，尤其是要摆出军事对抗的架势。二是美国面临的威胁
已经不再是地区性的热点问题，不再是一些不听话的小国，也不再是伞兵游泳式的恐怖分子，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也就是中国与俄罗斯。除此之外，美方更想通过这次跨越3个大洲以及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向中俄，尤其是向中国发出一个极具威慑性的信号，即美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军事同盟，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军事驻地，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美国仍然牢牢掌控着全球范围内的制海权，无论是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还是苏伊士运河，也无论是太平洋还是印度洋，都在美军的掌控当中。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此举是想要主动挑起与中国的战争。我认为美方主要还是想通过摆阵势、赛马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以及恐吓中国，让中国不敢跟美国打仗。美国同时全球范围内开展2场代号中含有“大规模”这个词的军演，那么您认为这2场演习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我认为这2场演习还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即由美军与日、澳、英等盟友共同参与的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它的政治宣示意义要大于军事上的意义，而没有盟友参与由美军独自举行的2021大规模演习，其目的显然是更为看重军事演练本身，想通过演练来真正检验一下美军的大规模作战能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由美国牵头组织的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不仅邀请了日本与澳大利亚参与，而且连原本远在大西洋的英军也参与进来了，但是它仍然暴露出了本次演习的几大缺憾。一个是整个北约30个成员国中，只有英国参与了，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参与。德国布兰登堡级巡防舰巴伐利亚号虽然已经出发前往印太地区，准备维护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但并没有表态会参与美国组织的联合军演，这说明美国拉拢整个北约并不成功。第二，这次军演虽然是由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也虽然印度国防部已经宣布要派4艘军舰进入南海，与南海周边国家举行联合演练，但是印度也没有明确宣布会加入到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当中。很显然，印度对于跟美日澳结成军事同盟来对付中国还是有所顾忌的。那么这也就使得美国的印太战略始终存在着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第三，东南亚地区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宣布要参与到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中来。而在我看来，欧盟、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不愿意趟美国军事演习与军事围堵中国的浑水，又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对美国挑起的对华新冷战仍然不是太认同。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